10个儿子女儿风光归乡，坟前一幕全羞愧低头。战乱平息没多少年，山野间的青石凹住着一户寻常人家，男主陈老师一辈子守着几亩薄田勤恳度日，妻子刘桂莲心地和善，10里8乡人人都夸她是难得的贤内助。夫妻俩一辈子扎根黄土，手里只有锄头镰刀，外加一头毛驴撑着全家生计，二人咬牙苦熬，硬生生拉扯大10个孩子，6个儿子4个姑娘，个个生得结实健壮，模样周正。村里邻里瞧见都连连称赞，说陈老师夫妻好福气，儿女成群又个个健全，等到老了定然儿女绕膝，不愁没人端茶送水。陈老师听见旁人夸赞，黝黑粗糙的脸上只会露出憨厚的笑意，抬手轻轻摩挲身旁毛驴的脊背。刘桂莲站在一旁擦去额头滚落的汗珠，跟着轻声附和，孩子们将来都有出息，家里这头毛驴又踏实肯干，往后日子只会越过越顺。这头毛驴是陈老师35岁那年走了30里山路从邻乡换来的幼崽，刚进门的时候瘦得只剩一把骨头，身上还染着顽疾，看着奄奄一息。那会儿家里本就拮据，10个孩子每日张嘴等着吃饭，粮食向来紧着孩子们分，可刘桂莲实在心疼这头小毛驴，偷偷省下自己每日仅有的口粮，研磨成细细的粉末，堆上温热清水，一勺一勺慢慢喂进毛驴嘴里。夜里山间寒气重，陈老师把自己唯一一件打满补丁的旧棉袄铺进驴棚，刘桂莲烧好温水，一点点擦拭毛驴干裂流血的蹄子。有一回毛驴贪慢跑丢，夫妻2人顶着盛夏毒辣的日头，翻遍周边10几道山梁，嗓子喊得嘶哑发不出声音，最后才在偏僻山凹里寻见他。刘桂莲一把抱住毛驴脖颈，眼泪止不住往下淌，你可千万不能走丢，咱们全家老小的活路全都指望你了。毛驴像是听懂人话，湿漉漉的鼻头不停蹭着刘桂莲的手掌，自那以后再也没有私自乱跑过半步。往后数10年，毛驴日日跟着陈老师下地劳作，春日拉犁深耕田地，盛夏顶着毒日拉10年脱粒，秋收时节拖着沉甸甸的粮袋往返家中。刘桂莲守在家中操持家务，做饭喂猪，缝补全家老小的衣衫。每回陈老师牵着毛驴收工归家，灶上永远温着热饭热汤，刘桂莲总会舀满满一碗米汤倒进驴槽，轻声念道：老伙计忙活一整天，喝点米汤润润喉咙。时光一年年流转，孩子们渐渐长大，心里各自生出外出闯荡的念头。大儿子想去县城学手艺，夫妻俩掏空家中积蓄凑足路费盘缠。二儿子打算南下经商，刘桂莲拿出自己出嫁时带来的银簪银饰，全部典当换成银两塞给他。大女儿远嫁邻县大户人家，刘桂莲亲手绣成对鸳鸯枕，徒步送出10里山路，反复叮嘱女儿好好过日子。生下几个儿女，或是外出教书，或是跟着同乡远赴千里谋生。临走之时，每个人都拍着胸脯许下承诺：爹娘，等我们在外闯出一番天地，一定回来接二老享清福。刘桂莲每每望着儿女远去的背影，抹泪挥手，嘴上宽慰孩子不用惦记家里，照顾好自身就行，家中还有你爹，还有这头毛驴陪着我。可儿女这一走，便各自奔赴不同天地，断了往日朝夕相伴的温情。起初2、3年，孩子们还会按时寄来家书，捎上少量碎银，信中只简单交代自身平安，让父母保重身体。日子久了，书信越来越稀少，银两也彻底断了音讯。有的儿女在外成家立业，有的身居高位，家财万贯，却再也没人提起借父母同住享福的承诺。逢年过节，没有一人抽身回乡探望。刘桂莲本就常年操劳，身子虚弱，再加上日夜思念儿女，身体一日不如一日。她常常独自坐在院门槛上，望向儿女离开的那条山道，手里缝着早已穿不上的孩童小衣裳，嘴里一遍遍念叨：老大最爱吃我蒸的葱花面饼，老二小时候总抢妹妹手里的糖块，老三小时候上山总爱跟在毛驴身后。说着说着，温热的泪水就顺着脸颊滴落。陈老师看在眼里，心中满是酸楚，
只能轻声宽慰，孩子们在外谋生身不由己，咱们不必责怪他们，有我和毛驴陪着你，日子不会难熬。毛驴也会慢慢走到刘桂莲身侧，用脑袋轻轻蹭着他的胳膊。刘桂莲抬手抚摸毛驴的头顶，长长叹出一口气，偌大一个家，也就只有你和老头子真心疼我。最小的女儿离家第5年，寒冬来得格外早，霜雪提前铺满山野。刘桂莲偶感风寒，加上长久郁结于心，一病不起，整日躺在土炕上，浑身无力，连开口说话的力气都尽数耗尽。陈老师急得团团转，托同乡捎信给在外所有儿女，苦苦等候多日，只收到二儿子寄来几两碎银，信纸上面只有短短4字“爹娘保重”，没有半句询问母亲病情的话语。弥留之际，刘桂莲紧紧攥住陈老师的手掌，细细微弱，断断续续：“老头子，等我走后，你一定要好好照料自己，还有家里那头毛驴。孩子们若是回来，千万不要和他们置气，在外打拼，人人都有难处，只是我心里实在放不下这群孩子。”话音落下，刘桂莲双眼缓缓合上，再也没了动静。陈老师抱着妻子冰冷的躯体，坐在炕边放声痛哭。驴棚里的毛驴焦躁地不停刨动泥土，一声声低沉悲伤的嘶鸣，像是在为女主人送行。乡里乡亲赶来帮忙料理后事，把刘桂莲安葬在夫妻俩常年耕作的老榆树下。此处风景舒心，春日满树榆花香，夏日树下能乘凉，抬眼便能望见自家田地。妻子离世之后，陈老师变得沉默寡言，唯有牵着毛驴坐在榆树下，才会多说几句心里话。他常常坐在坟前青草旁，低声诉说：“老婆子，我带着老伙计来看你了，孩子们至今还是没有回来。”毛驴低头对着坟冢轻轻嘶鸣，仿佛听懂老人话语，静静陪在一旁发呆。岁月不停流逝，陈老师满头黑发尽数变白，脊背弯成一道深弓，走路脚步蹒跚，每一步都走得费力。即便如此，他依旧每日牵着毛驴下地劳作。这头毛驴早已步入暮年，皮毛干枯无光，脊梁骨高高凸起，拉力使4肢不停打颤，每往前一步都耗费全身力气，可他从来不肯倒下。毛驴心里清楚，女主人已经不在，自己便是陈老师唯一的精神寄托，只要自己还能站着，老人就有陪伴，才有好好活下去的念想。好几次劳作途中，毛驴体力透支瘫倒在地，陈老师蹲在一旁抹掉眼泪，轻声劝他：“老伙计，咱们回家，地里的活不干了。”毛驴却总能拼尽全力站起身，摇摇晃晃跟在老人身后往家走。深夜还会悄悄走到土屋窗根下，静静听着屋内老人均匀的呼吸声，确认安稳之后才肯回到驴棚。又一年寒冬，风雪漫天，陈老师下地劳作时染上风寒，一病不起，躺在家中冰冷土炕之上，浑身发烫，不停咳嗽，连起身倒水的力气都没有。驴棚里的毛驴瞬间慌了心神，不停用蹄子刨地，一声声急促嘶鸣，满是绝望，整日不吃不喝，守在驴棚门口，双眼死死盯着老人房门。只要屋内传来一声咳嗽，毛驴便焦躁地来回转圈，用脑袋撞击木门，一心想要冲进屋内守着老人。隔壁邻居察觉陈老师病情危重，连忙托人加急给10个儿女送信。这一回，所有子女尽数赶回青石坳。众人身着绫罗绸缎，骑着高头大马，身后跟着仆纵，携带各式贵重礼品，浩浩荡荡挤满狭小院落。村里百姓纷纷围观感叹，都说陈老师晚年有福，儿女个个出息，一大家子齐聚家门。陈老师躺在炕上，看见多年未见的儿女，浑浊眼底泛起泪光，挣扎着想要坐起身，却被大儿子伸手按住：“爹，您安心躺着，好生养病，不必劳顿。”一众儿女围在炕边，假意嘘寒问暖，嘴里不停吹嘘这些年在外的风光事业，诉说自己积攒多少家财。陈老师静静听着，只能微微点头，刚想开口说几句心里话，就被剧烈咳嗽打断。当天午后，大儿子主动提议：“母亲离世多年，咱们难得一同回乡，去坟前烧些纸钱，
也算尽一份为人子女的孝心。其余兄弟姐妹纷纷附和。一行人走到老榆树下刘桂莲坟前，看着坟头疯长半人高野草，没有一人愿意弯腰清理，只是草草点燃几张纸钱，便站在一旁闲聊生意，盘算家产，视线频频望向村里院落，心里惦记那头年迈毛驴，暗自盘算，这毛驴就算年岁已大，变卖之后也能换不少银两，足够给爹抓药治病，余下钱财兄弟姐妹平分补贴家用。当天夜里，10个儿女聚在偏房私下商议对策。大儿子眉头紧锁开口：爹这场病不轻，请名医抓药都要花费大量银钱，咱们各自都有家业要打理，不可能长期留在家中照料。二儿子紧随其后附和：确实如此，不如花钱雇下人伺候，在常年请大夫守着。三女儿撇着嘴出言反驳：雇人看病样样都要花钱，爹这病能不能痊愈尚且未知，依我看院里那头老毛驴还有几分价值，卖掉换取银两，医药费有着落，剩下的钱财咱们10人平分。这番话一出，其余兄弟姐妹全部点头认同。四儿子接话：毛驴如今拉不动篱笆，留在家中毫无用处，变卖换钱正好物尽其用。小女儿也跟着搭腔：咱们千里迢迢赶回乡下，总不能空手而归，卖驴的银两刚好每人分一份。10人你一言我一语，很快达成统一想法，卖掉陪伴父母半生的毛驴，换钱医治陈老师，剩余钱财均分。自始至终没人顾及，这头毛驴是独居老人唯一的念想，是夫妻俩半辈子相依为命的伙伴。第二日清晨，大儿子走到陈老师炕前，装作孝顺温和的模样开口：爹，您如今重病缠身，需要安心调养，地里农活也没法再做，那头老毛驴留在院里派不上用场，我们兄妹商量妥当，把它卖掉换些银两，请名医抓上好药材给您治病，您看是否应允？陈老师听见这话，脸色骤然惨白，挣扎着想要坐起身，连连摆手拒绝：万万不可，这头毛驴跟着我和你母亲几10年，早已如同家人，我绝不能把它卖掉。二儿子面露不耐，开口劝说：爹您何必这般固执，一头牲畜罢了，能值多少银两，卖掉它给您治病才是要紧大事。大女儿也跟着相劝：您身体才是第一位，等您痊愈康复，我们再给您买回一头健壮新驴。陈老师望着眼前这群衣着光鲜、富贵体面的儿女，心口如同尖刀反复穿刺，疼痛难忍。他想起妻子临终前的嘱托，想起一辈子倾尽所有扶持儿女，到头来无人挂念二老冷暖，此刻才彻底看清，儿女回乡不过是怕落得不孝名声，遭乡里人闲话，心底从未真正惦记自己与王母，更不在意陪伴半生的毛驴。毛驴趴在屋门口，将儿女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，浑浊的双眼瞬间蓄满泪水，大颗泪珠砸落在泥土之上，发出轻微声响，一声低沉绝望的嘶鸣缓缓传出。他数10年咬牙硬撑，只为日夜陪伴孤单的陈老师，如今连老人都难以护住自己。最让他心寒的是，老人耗费半生心血养育的骨肉，内心却满是冰冷算计。毛驴心中支撑自己活下去的执念瞬间消散，忽然觉得多年坚守失去了所有意义。陈老师缓步走出房门，看见毛驴落泪的模样，心疼得浑身发抖，一口鲜血险些喷涌而出。他心里清楚，10个儿女心意已决，执意要卖掉毛驴，若是自己强硬阻拦，这群孩子说不定会趁自己昏睡时偷偷牵走毛驴，到时候自己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。陈老师沉默许久，沙哑着嗓音缓缓开口：想卖它可以，但必须由我亲自牵着去镇上集市售卖，一口价800两白银，少1分都绝不成交。听闻800两的报价，10个儿女全都愣住。大儿子忍不住放声发笑：爹您怕是重病糊涂了，一头年迈毛驴市价最多几两碎银，您开出800两天价，天底下谁会愿意买？二女儿皱紧眉头埋怨：爹您这分明是故意为难我们，存心不让变卖。陈老师轻轻摇头，语气坚定：我就定这个价钱，有人愿意出价，我便出手，
无人购买，我就把毛驴牵回家继续饲养。你们若是不同意，那这头驴绝不能动。一众儿女相互对视，心里都认定陈老师因病神志不清，800两买一头垂老毛驴根本不可能，索性顺着老人的心意，让他独自去镇上碰壁，等没人肯出价，老人自然会打消护驴的念头。于是纷纷点头答应，一切听爹安排，您想怎么定价都随您。4日天刚蒙蒙亮，陈老师强撑病体，穿上那件洗得发白、打满补丁的旧棉袄，牵着毛驴一步步往镇上走去。毛驴脚步沉重迟缓，四肢不停发抖，却依旧努力抬起脑袋，时不时回头望向身后的老人，眼底满是不舍。他知晓老人是拼尽全力护住自己，可心里清楚，自身早已油尽灯枯，往日全靠陪伴老人的执念营撑，如今被这群儿女伤透内心，那股支撑自己的精气神已经慢慢消散。陈老师赶路同样十分吃力，每走几步就要停下喘息，双手紧紧攥住驴绳，生怕半路被旁人抢走毛驴。沿途赶路的村民瞧见，纷纷上前询问：陈大爷，您牵着老驴去往何处？陈老师喘着粗气回应：去镇上卖驴，800两白银，少一分不卖。路人听完全都哈哈大笑，纷纷调侃：大爷您这驴都快走到头了，还敢开出800两高价，莫不是想钱财想昏了头脑？陈老师无视旁人的嘲讽议论，一言不发，牵着毛驴继续往前赶路。抵达镇上牲畜集市，陈老师把毛驴拴在路边大树下，自己坐在一旁青石上静静等候买价。毛驴趴在老人脚边，双眼半睁，细细微弱，仿佛下一刻就要沉沉睡去。陈老师抬手轻轻抚摸毛驴头顶，哽咽着低声安慰：老伙计再稍作等候，等我糊弄过这群孩子，咱们就回家，去老榆树下陪着你大娘，往后再也不分开。毛驴用鼻头轻轻蹭了蹭老人手掌，眼角再次滑落一滴泪水。集市上人来人往，800两卖老毛驴的消息很快传开，无数路人围拢过来指指点点，有人嘲笑老人痴心妄想，有人说他重病糊涂，还有商贩上前出价几两碎银，将要低价买下毛驴，全部被陈老师一口回绝：我定价800两，少一分绝不交易。从清晨等到夕阳西沉，始终没有任何人愿意出高价买下这头暮年老驴。望着天边下沉的落日，陈老师心底悄悄松了一口气。他本就从未打算卖掉相伴半生的毛驴，开出天价，只为让所有人望而却步，好带着毛驴平安回家。天色彻底暗下之前，陈老师牵着毛驴慢慢返程回乡。毛驴得知不用被变卖，脚步轻快了些许，可眼底积攒的疲惫丝毫没有减少，只是强行打起精神，不愿让老人忧心。回到家中，10个儿女看见老人完好无损牵着毛驴归来，脸上尽数露出失望神色。大儿子迫不及待开口询问：爹，毛驴没能卖掉？陈老师缓缓摇头：无人肯出800两白银，我只能把它带回来。儿女们心中满是不满，却找不到半句反驳的话语。当初是众人亲口应允，任由老人自行定价，只能憋着怨气作罢。往后几日，儿女轮流照料陈老师，请大夫上门抓药调理，老人身体渐渐好转，可那头毛驴却彻底垮了下来。他再也无力起身，整日静静卧在驴棚之内，不吃草料，不饮水，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。毛驴并非身染重病，也不是年岁过大自然衰竭，只是心中那股活下去的精气神彻底散尽。那日亲眼目睹陈老师重病卧床，这群儿女满心盘算变卖自己换取银两。他明白，即便老人病愈，往后依旧只剩孤身一人，自己数10年咬牙支撑，只为陪伴老人熬过孤寂岁月。如今老人有儿女守在身边，他觉得自身使命已然完成，再也没有坚持下去的理由。陈老师看着毛驴奄奄一息的模样，心急如焚，连忙托人请来兽医诊治。兽医仔细检查许久，摇头叹息，这牲畜身上没有半点病痛，只是心气散尽，不愿再活下去，就算神仙下凡也无力回天。
听完这番话，陈老师泪水瞬间夺眶而出，整日守在驴棚不肯离开，亲手端水喂草料，把自己碗里稀粥倒进驴槽，哽咽着不停劝说：老伙计别轻易放弃，等我身子彻底养好，咱们还能一同去老榆树下陪着你大娘下地看田里庄稼，千万别丢下我孤身一人。毛驴偶尔勉强睁开双眼望向老人，眼中满是不舍，轻轻摇头，发出微弱嘶鸣，仿佛在诉说：老头子，我实在撑不住了，往后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几日之后的清晨，陈老师一如往常去往驴棚探望，只见毛驴静静卧在地面，早已没了呼吸，双眼依旧微微睁开，像是还在望着老人，嘴角带着一丝安然笑意，终于不用再强行硬撑，能够安心离去。陈老师双膝一软，跪倒在毛驴身旁，紧紧抱住他的脖颈，失声痛哭：老伙计，你怎么就这样走了？不等我再陪你一段时日？你陪着我和你大娘半辈子，我还没来得及好好报答你的相伴，是不是怪我没能护住你？急着去往地下陪伴你大娘。痛哭声响惊动院内10个儿女，众人匆忙赶来，看着死去的毛驴，脸上没有半分难过，反倒满脸不耐：爹不必这般痛哭，不过一头老驴而已，死了直接找地方埋掉便是。陈老师狠狠瞪向一众儿女，这是他第一次对孩子们动怒，擦干眼泪，声音沙哑悲愤：你们哪里懂得，这头毛驴比你们10个子女都懂得尽孝。他陪伴我和你母亲数10年，无论苦累始终不离不弃。我重病卧床之时，他不吃不喝守在门外忧心我。你们呢？当年你们母亲病重离世，没有一人赶回探望，如今回乡，满心只想着卖掉它换银两，你们良心何在？儿女们被老人一番斥责，满脸通红，垂着头不敢反驳，只能静静站在一旁沉默不语。陈老师独自扛着铁锹锄头，走到老榆树下刘桂莲坟墓侧边，亲手挖出一方并排土坑，他要让相伴半生的毛驴与亡妻葬在一处，地下不再孤单。老人身体尚未痊愈，挥锹挖土耗费全身力气，掌心磨出层层水泡，也不肯让任何儿女上前搭手。下葬毛驴之时，陈老师把自己那件唯一的旧棉袄盖在他身上，哽咽低语：老伙计，这辈子跟着我吃苦受累，没想过一日安稳福气，地下有你大娘相伴，便不会孤单。我很快就来寻你们，咱们3人永远相伴。毛驴下葬过后，陈老师每日都会坐在老榆树下，左边是妻子的坟，右边是毛驴的坟，他静静坐在2座坟冢中间，轻轻抚摸坟头青草，时而低声诉说往事，时而沉默发呆。老人身体一日衰败一日，精神越来越差，常常坐在坟前不知不觉昏睡过去，梦里反复念叨老婆子、老伙计、毛驴别走。支撑老人活下去的最后一根支柱彻底崩塌，心中再无牵挂，失去了继续撑下去的动力。短短数月过后，陈老师油尽灯枯，躺倒在土炕之上，面色惨白，呼吸微弱。10个儿女围在炕边，脸上看似焦急担忧，心底盘算的却是老人离世之后，家中仅剩的田地杂物该如何分配，没人真心担忧老人性命。陈老师望着眼前这群养育长大的儿女，气息微弱，留下遗言：我离世之后，把我葬在老榆树下，埋在你母亲和毛驴2座坟中间，咱们3个再也不要分开。说完这句话，陈老师双眼缓缓闭合，彻底没了气息。儿女虽觉得老人遗言怪异，却也只能遵照吩咐办事，将他安葬在榆树下，左侧是刘桂莲，右侧是毛驴，老人躺在中间，3者紧紧相邻，一辈子相守劳作在这片黄土，死后终于得以长久相伴。村里百姓都说这头毛驴天生通人性，耗费一生光阴咬牙硬撑，只为陪伴孤单的陈老师。那日听闻儿女要变卖自己，心气散尽，确定老人有人照料，才安心撒手离世。而陈老师失去毛驴之后，心中再无寄托，没过多久便追随妻子与毛驴而去，只为实现地下团圆的心愿。往后每年清明时节，总有路过榆树下的村民看见奇特景象，
树底浮现3道淡淡的影子，一道是陈老师，一道是刘桂莲，还有一道毛驴的轮廓，三者并肩伫立，望向远方层层田地，仿佛笑着诉说，咱们总算得以团圆。世人常说百善孝为先，真正的孝心从来不是几句漂亮空话，也不是逢年过节短暂探望，而是长久不离不弃的陪伴，发自内心的惦念关怀。陈老师的10个儿女个个在外功成名就，家财丰厚，却忘了含辛茹苦养育自己的双亲，论真心相守，反倒比不上一头默默付出的毛驴。刘桂莲用一辈子操劳诠释母爱的厚重，毛驴用一生忠诚诠释陪伴的珍贵，半生为老人奔波劳作，最后为老人安心离去。陈老师则用一辈子坚守，扛起为人丈夫、普通人的责任。这个故事也在告诫所有人，世间万物皆有灵性，真心付出方能换来长久真心。亲人也好，相伴身边的生灵也罢，珍惜当下朝夕相伴的时光，才是世间最难得的幸福。感谢各位静下心听完这一段乡村老故事，愿屏幕前的每一个人都能珍惜身边至亲，善待所有真心待你的人，阖家和睦团圆，岁岁平安，福寿绵长。心存善念之人，终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圆满福报。